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买大虾的时候，挑选直虾还是弯虾呢？其实区别比较大的，建议一定要弄懂了之后再去购买。炎热的夏天，正是水产大量上市的季节，这个季节的水产品种比较多的，价格也很便宜。在很多人的水产当中，特别受大家的欢迎，就是大虾。大虾的肉质 Q 弹，营养也比较丰富，是老少皆宜的食材的。我们在买虾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了，有的大虾是比较直的，有的大虾是弯的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有什么区别？今天给大家聊一下，不要买错了。弯虾是大虾捞捕过来之后，为了保鲜，直接用冰块冷冻保存的。大虾还是活的，肌肉就会做出收缩的反应的，就变得弯曲，所以弯的大虾是活虾直接冷冻的，不管是口感还是品质来说都是比较好的。直虾，如果大虾是死的，肌肉就变得松弛，慢慢的变直了好多。再就是冷冻，保质就比较直，所以直的大虾是死的冷冻的，口感品质都不如活虾直接冷冻。所以买冰鲜的大虾时，建议大家要选弯的虾，更加的新鲜。什么是冰鲜的虾呢？在超市里面，我们看到的虾是一种在水族箱里面的活虾，新鲜更有保障的，当然价格会贵一些。还有就是上边提到的冷冻虾，直接在冰柜里面提供大家的挑选，买回家非常的方便保存。利用上边的教给大家特别容易判断的方法，就可以判断出来虾到底是鲜活的还是怎么样的。还有一种就是常见的放在冰块上售卖的冰虾、鲜虾，它们的活虾比例失去了生命，和冷冻虾比一下厚重的冰保管，买回家不用消冻就可以直接使用。正常来说，它们应该是由活虾冷冻，方便运输以及储存，在一定的时间内，可以每日按照需求解冻之后，放上冰块，在货架上面去售卖的。如果可以保证它们在冰冻之前的现货，这些冰鲜虾营养价值新鲜虾没有差别的，反而是因为这些虾已经断气了，回到家需要进行了去虾线，再去修剪，再去处理，这样更加的方便一些。可是在这期间，难免也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商家以次充好，将一些坏掉的虾冷冻之后再化冻再进行售卖的。总的来说，购买直虾还是弯虾，取决于你所需要的食用个人的口感。如果你想要烹饪汤类，或者虾的形状比较规则，直虾可能更适合。如果你想搭配着其他的食材作为烧烤料，弯虾可能更合适。当然了，购买虾的时候要选择新鲜的、没有异味的虾，保证食用的安全和口感的。今天小林再给大家分享一位渔民老伯伯教我如何挑选新鲜虾的技巧。学会了这几个技巧，以后再也不怕买到不好的虾了。一、看颜色，活虾的颜色应该是青灰色的或者青绿色的，只要是鲜活的虾状态进行冷冻，颜色不会有太大的差别，整体呈现出来的颜色比较均匀。如果虾的颜色发红，代表着新鲜度不行。虾在经过高温或者是长时间的放置，暴露在氧气当中，会发现了发红的情况。不管是哪一种原因导致虾的颜色发红，说明已经不新鲜。颜色发红的大虾不仅吃起来肉质松散，而且营养价值也会流失，即便是特价处理的，也要慎重的考虑一下。二、虾头和虾的缝隙。新鲜的虾，虾头和虾身连接比较紧密，我们需要稍微的用力，让它们能够断开的。买虾时选择直虾弯虾，区别也是比较大的。上面呢给大家说完了，
所以一定要看清楚如何的去购买。3. 看虾腿儿。虾的身体下面除了2大腿之外，还有很多的小腿儿。想要分辨出来虾新不新鲜，可以从虾腿上面来判断。我们抓住虾头，把虾拎起来，如果小虾腿都是张开的、松散的，代表着虾是新鲜的，由活虾冰冻而成，可以放心购买。4. 看一下弹性。买虾的时候，我们用手捏一下虾的身体，尤其是重点感觉一下虾头的弹性。新鲜的虾肉比较 Q 弹，捏起来很有弹性，按压下去，一松手就会迅速的回弹，恢复成原来的样子。这样的虾通常是比较新鲜的，口感好，营养比较丰富。如果是那种软塌塌的，没有任何的弹性的虾，按压下去会在表面形成一个坑，都不能自动的回弹的，代表这个虾不新鲜。从弹性来看，这样的虾肉质很差，不建议去购买。5. 挑选颜色透明发青的虾。鲜活的大虾颜色透明又发青色，隔着外壳可以看到肉里面的纹路还有虾线。刚刚死后的大虾呈现出来是这种颜色，能够保证它是新鲜度。但是死虾在常温的情况下储存时间不长，虾肉在慢慢的变质过程中，颜色会一点点的变红的，也就是我们煮虾的时候，水温刚刚的发热呈现出来的状态，甚至明显的感觉有一股腥味儿，有一股臭味儿，而虾壳变透红，从尾巴处、从尾部都能看出来。大家购买的时候要仔细的去辨别。6. 闻气味儿。新鲜的大虾闻起来散发着淡淡的腥味儿，没有多余的味道，也不会感觉到刺鼻。大虾死后时间长或者冷冻效果不好，会导致大虾臭味比较重，甚至会刺鼻。这类大虾一定不要去购买，意味着眼前的虾已经变质，如同买菜坏了是一样的，吃了对人体健康影响比较大。还有一些商家把不新鲜的虾放到药水里面泡一泡，刺激味道是比较重的，尽量大家一定不要去购买。很多人认为大虾的价格是比较贵的，全身都要吃的话也不浪费，如果虾尾吃了之后也不好的，所以一定要适量的吃。在烹饪大虾之前，我们需要把大虾彻底的清洗干净，把不干净的东西都要全部的洗掉，再将大虾吃到肚子里面。这里需要注意了，大虾的内脏都是集中地，虾平时里面吸食的东西都要放在虾头的位置，这就导致了虾头的重金属含量比较高。一旦水污染，虾头还藏有其他数不清的细菌，所以大家尽量别去吃虾头，我们要吃一些虾肉即可。虾线是需要处理的，特别是虾包，虾的消化道其中包括了很多的食物残渣、代替物，在烹饪的时候，虾线中的残渣物也会被高温杀灭，所以虾线去不去都可以。需要注意了，吃完大虾之后，也不要立刻的吃水果，这是不科学的饮食方式，会影响人体对虾肉蛋白质的吸收利用。大虾该如何挑选，朋友们都学会了没有？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，特别的好。以后在挑选大虾的时候，试这些方法吧，也是比较适合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